大婚前夕，温书简的外室找上了我。我已有他的骨肉，若你识趣放手。前世我一杯冷茶把人泼走，温书简因此记恨我30年，只在弥留时见我一面。他说：若有来生，盼你成全我与岁岁。再睁眼，外室又站在我面前。我已有他的骨肉，若你识趣放手。我有一表弟，虽是商籍，却家资丰厚，可引荐于你。我将人扶起，笑容真切。姐姐说的哪里话，身子要紧，快别站着，我这就去禀明父母将婚事退了，祝姐姐与姐夫百年好合，子孙满堂。他的眼眶迅速红了。我明白此举过分，但我不能再等了，你宽心，我表弟品行才气都是极好的，当今圣上推新政，他现已下场科举，你若愿见上一面，待我与书卷完婚，定为你安排。只是这门婚事能否先按规矩来，下个月便是婚期，那天我带你上花轿，这样书卷便可名正言顺娶我做正房，保全了两家颜面，也顾及了腹中孩儿体面。至于后续事宜，阿谀自会安排妥当。他深深埋下头，不敢看我。屋内安静片刻，只剩窗外渐大的雨声。好。他愣在当场，双目圆睁，仿佛不敢相信听到的话。苏姑娘，我真不知该如何谢你，阿谀那边我定会。这话被门外一阵略带焦灼的呼唤声截断，是温书简在说话。她推门进来，月白锦衣的下摆沾染着深色雨迹。她飞快扫视屋内，目光拂过于碎碎面颊泪痕时，极其细微的凝滞了片刻，随即那道视线便冷沉的落在我身上。苏姑娘，她朝我轻轻点头，礼节周到，转身看向于碎碎，语气变得柔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身子抱恙，该在房内歇息。于碎碎慌张站起，本能的躲闪他的视线。书简，我不过是来找苏姑娘说说话。是吗？他冷淡应声，朝前一步，将他完完全全挡在自己的身躯之后。碎碎生性纯良，若有言语冒犯之处，温某代他赔罪。外面雨大，他体弱不宜久坐，我先带他回去了。每一句都很客套，每一句都端着世家公子的做派，可那眼神中的审视与刺骨的防备，却比恶语相向更伤人。前世我就是被这般客气又冰冷的疏离折磨了30年。温大人说中了。我迎向他的视线。于姐姐温柔和善，我们聊得很投机，何了得罪？不过刚才姐姐似有些心悸，莫非这几日未曾安歇好？我话音刚落，温书简的眼眸骤然一暗，她飞快侧过身，低声问于碎碎：不说他，怎么不早说？语气里的关切与方才同我讲话时的冷漠疏离判若两人。就是有些发闷。温书简没再多问，转而对我说：既如此，就不多打扰了，告辞。走到门畔，檐外大雨如织，他停住脚，略微侧头，雨光照亮他半边清俊的侧脸，也照出他眼中那抹深沉的晦暗。多谢苏姑娘款待，只是碎碎娇弱，经不起风波，望你体谅，往后还是别再劳她冒雨前来了。他接过身后小厮地上的雨伞，稳稳撑起，将于碎碎严密地护在伞下，连半分水墨都没让他沾上，径直步入茫茫雨幕之中，从头到尾没再回首。我独立门内，注视那柄渐行渐远的青竹伞，看着伞下他微微倾向他的身姿。父亲与温伯父同为尚书，我与温书简自幼相识，曾几何时，他也曾这般为我打伞，伞面偏向我，弄湿了自己半边肩膀。前世的今日，他对我绝不该是这般，他也不该现身于此。侍女悄步近前，看着桌上丝毫未动的那盏茶。姑娘，茶已凉透，奴婢去为您换热的来。不必。我端起眼前那杯冷透的茶，直接一饮而尽。温书简，你也重活了，难怪你连半句质询，一声呵斥都不愿施舍，全凭这样周密的礼数，刺骨的客套，把我死死定在罪人的位置上。但放心，这一世你的岁岁定能如愿坐进花轿。阳春3月，皇家围猎定在西山，苏家与温家皆在半价名单。爹爹本不准我去，说我马上出阁，理应在家待嫁。我死活要跟，他拦不住，只当我贪恋温书简，想见他。他不懂，这场春猎是我和温书简前生恩断义绝的悲剧开端，亦是于岁岁逆天改命的转折点。驻扎头一日，风和日丽，皇亲国戚的帐篷连绵不绝。我换上轻便的骑马装，一出大帐，就看见不远处温家营地旁，于岁岁穿着淡绿色丫鬟服饰，正垂手给温书简整理箭头。她体态娇柔，躲在一堆下人里毫不起眼，但温书简的眼神却总会有意无意地看向她那一边。皇帝亲手射出开场的头一箭，春猎正式拉开。权贵家的少爷们打马进山林，家眷们要么在看台观赏，要么3、5成群在附近散心。我骑在马上，慢悠悠跟在几位相熟的千金后头，走到一片小树林的边上，隐隐听见前方有吵闹。一个卑贱的罪臣丫头，也配拿这么好的箭筒？户部侍郎府上那个嚣张的3少爷
这时候正拿鞭子挑弄于岁岁怀里死死搂着的剑带，于岁岁吓得脸白，却死不放手。这是我家公子的。你家公子？温书剑何时收的你？连个通房不算的东西，倒摆出主子做派了。这剑带本少看上了，拿来！他用力一拽，于岁岁尖叫一声，被惯性带着重重摔在地上，剑带掉落，羽箭散落遍地。三少爷怒骂道：“还不快给本少一个个捡起来！”旁边几个贵族子弟大笑，于岁岁咬着嘴跪在泥地，哆嗦着手去捡那些剑矢。我扫视一圈，没找见温书简的影子，他估摸是受了皇上召见作陪。三少爷大抵觉得没劲，看他打不还手，竟催马上前2步，马蹄子差点踩到他的手背。快停！我怒喝一声，他扭头看是我，倒是稍稍收敛了，但表情依旧鄙视。苏五妹，这是我私事，不用你多管。你的事我当然管不着，但春猎是皇家盛事，你在这欺压弱女，惊动皇上圣驾，要是传进宫里，可不好听。他面色微变，他家就算有些底气，也怕那些御史跟风上奏。切，一个丫鬟也配让苏姑娘惊动皇上？我下马去拉于岁岁，这人我带走。少爷要是不服，大可跟我去御前说理。他吐口唾沫，到底不敢真把事惹大，满脸扫兴，带人散了。我刚想开口，树林里突然传来怪响，一阵狂风刮过，野草低伏，是老虎。猎场见虎并不稀罕，皇上这回就是冲着打虎来的。可这地方紧挨女眷帐篷，暗里绝不该有野兽流窜。于岁岁吓得呆在原地，我反应极快，一把将他扯到身后，反手从自己剑筒里掏出一支羽箭，拉满弓弦，杂草丛被撞碎，一只掉金白额虎猛窜出来，眼中透着杀气，直接朝前扑来。我手极稳，前世最后那10年，我独居别院，全靠骑马射箭消遣，功夫不谈绝顶，防身足够，弓弦轻颤，飞剑凌空，刺穿虎背，猛虎吃痛，凶性爆发，调转方向，竟冲着吓倒在地的于岁岁扑了去。生死关头里，我根本没空再拔剑，只好猛扑上去，把他用力推开，利爪夹着腥气从我后背划过，衣服被扯破的声响真切，火烧般的剧痛一下子炸开，我被那股蛮力带着翻滚出去，后脑勺狠狠撞在硬石上，两眼止不住发黑。恍惚里，我听见慌乱的跑马声，随之而来的是利剑连刺空气的尖响，随后四周全安静了。我费力地偏过头，瞧见温书简正从马背上跳下，他面色是从未见过的惨白，连看都没看到死在地上的猛虎，径直冲向于岁岁。他早就昏过去，衣服被虎爪勾破，手臂上挂着血痕，但瞧着伤得不重。温书简一条腿跪地，谨慎地试探他呼吸，又检查伤口，最后他将他抱起。温书简，我连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他身子顿住，终于一点一点扭回头看我，鲜血糊眼我的双眼。我拼命强撑着爬起，却使不上力。他的目光冷冷扫向我，眼神里不见担忧，没有惶恐，唯有彻骨的寒凉和看透一切的讥讽。苏营度，你果真是本性难移。我呆住，他满脸怒容。你觉得用这等苦肉计，唱一出拼死救人的戏码能改变什么？他搂着于岁岁，一步步走近。先是岁岁来找你，再是今天，猛虎窜出的很诡异，李靖辱他也太凑巧。苏营度，为了算计岁岁，你连自己的命都敢拿来压住。每一个字都如冰锥，狠扎进我血肉模糊的伤处。我没有。我想辩解，可剧痛与晕眩令我挤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有没有？你自己清楚。他打断我的话，眼神冷漠的让人发寒。冲苏世伯面子，我不把这事闹大，你好自为之。他抱起昏死的于岁岁，转过身走向他的坐骑。马蹄卷起的飞尘迷了我的眼，后背的伤处痛到了麻木。我倒在冰凉的泥地上，望着树叶缝隙之间破碎的苍穹。远处隐隐传来人群喧闹，估计是听到虎啸跑来搜寻的守卫。我闭上双眼，顿时感到累极了。我被抬进大帐时，后背伤处已痛至麻木，血把衣服和皮肉碾死，每一次微弱的喘气都扯着剧痛。随行的太医火速被喊来，谁知人刚到门外，就被温书简手下的小厮劫去，给于岁岁看病去了。我的侍女快被急哭了。温大人怎能这般？那么多的太医全被喊走，你伤得这么重。意识发沉时，门帘被人微微挑开一角。苏姑娘，我强睁开眼，瞧见一道修长身姿站于门畔，是个年轻后生，穿着素青长袍，五官生得极俊，唯独神情清冷，目光孤寂，仿佛隔层雾气看人。是沈月，我上辈子曾远远见过她一回，跟我想的完全不同。没有伤人的市侩，反倒透着读书人的清高，只是那清高里带点孤傲。前生我哪知晓他也在猎场。他视线扫过我血迹斑驳的背，
眉头微不可察的皱了一下，随后又变回平淡。听说苏姑娘为救我表姐身负重伤，沈某略通医理，若姑娘是不嫌弃。丫鬟满脸警觉的挡在最前面，沈玉顿住步子，没有应求，只安静等着答复。我推开丫鬟，麻烦沈公子。他进手动作利索，查验伤口时指尖稳且轻，没透出半分的轻佻。口子很深，幸未伤骨，不过得先清理再缝好，会有些痛，姑娘暂且忍一忍。我点头，将脸埋进了软枕里。这期间他全程不发一言，帐内只听见我死憋的喘息与细线穿破皮肉的微小动静，冷汗湿透两鬓。意识迷离间，我猛然听见他压着嗓门吐出一句：忍气吞声不是好法子。我心头一惊，抬起眼看他，他正低头打结，侧脸轮廓在昏暗光线中显得分外清冷，长睫低垂，盖住了眼底的情绪。沈公子何意？字面意思，有些人你退半步他进一丈，有些伤强忍着只会烂透。他话音刚落，门帘被人猛地掀开，温书简站在门外，身后跟着一名提着药箱满脸难色的老太医。他大概是到底不安心，亦或是迫于非议，才带了人过来。可看见帐内这番光景，他所有神情全冻结在脸上，目光锋利似刀，死盯在沈玉还没从我背上收回的手上。此刻我露出肩颈，衣裳不整，偏偏丫鬟刚被沈玉支走，孤男寡女独处一室，的确容易惹人遐想连篇。他脸色瞬间阴沉，眼底翻腾起我从没见过的阴冷怒火。你们在干什么？沈玉的动作稍稍停顿，随后不慌不忙地放下手中染血的布巾，朝温书简点点头。温大人，举止规矩守礼，语调毫无起伏，可这份淡然在当下剑拔弩张的氛围中就像无声的挑衅。温书简压根没理会他，视线死死盯向我，那眼底翻滚的怒意简直要灼人，混杂着不敢置信的惊骇与被侵占底线的暴躁。我问你们在干什么？他再次发话，一字一顿，每个字都似从牙缝中死死挤出。后背的伤口依旧剧痛，冷汗早湿透我的前额。我支起胳膊想要起身，却被温书简的眼神死盯在原处，无法动弹。正如温大人所见，沈玉替我接过话，语气依旧没有波澜。苏姑娘为救我表姐遭猛虎抓伤，口子极深，得赶紧处理。太医片刻抽不开身，沈某懂点医理，就顺手帮着清创缝合。顺手？沈公子真是心善，就是不知这事难道非得并退左右，孤男寡女，衣衫不整？沈玉抬眼，两个男子的目光在半空中交锋，无言的对峙让本就压抑的帐篷更添寒意。支开下人是怕人多眼杂添乱，不便上药。温大人若觉得不妥，眼下太医已来，大可换人接管，用不着。温书简嗓音冰凉，盯着我看了许久，久到我以为他会甩袖离去，又或再讲出什么诛心之言，他却出人意料地凑上前，碰了碰我脸颊未干的血痕。痛吗？我偏过头，未发一言。他似乎并不在乎我的答复，语调低到仅有我们二人能听清。苏莹度，你就这般急不可耐，在我眼皮底下都敢跟别的男人，你就这般下作？我骤然转过脸，死死盯着他。我想骂他，想撕碎他那副假仁假义的面孔，可喉咙仿佛被硬物堵死，发不出半点声音。他似乎很享受我的这番反应，嘴角挑起一丝极浅的冷笑。再看向沈玉时，语调已变回惯有的冷漠。苏莹度是我尚未过门的妻子，她的伤自然由温家照料，往后不劳沈公子费心。沈玉神色未改，苏姑娘伤势不轻，得好好休养。既然温大人已有对策，那沈某先行告退。他讲完，随后转身，从容挑起营帐的门帘，退了出去。你也出去。太医如蒙大赦，赶忙弯着腰，躬身告退。门帘垂下，隔绝了外头。逼仄的空间内，仅剩我和他。他一步步逼近，黑影瞬间笼罩过来，带着极强的压迫感。苏莹度，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解释。解释什么？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他陡然拔高音量，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大的仿佛要捏碎我的手骨。你和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偏偏是他来给你治伤？说！他双目泛起猩红，眼神中不仅透着狂怒，更有一种近乎疯魔的嫉恨与惶恐。他必然是知晓沈玉的，前生他们二人便水火不容，在朝堂之上起争执，乃常有之事。我望着他那张因暴怒而微微变形的脸，猛然间觉得荒诞至极。温书简，是不是只有我死在你和于碎碎面前，
你才会觉得我没有那么不堪。他死攥着我的手，极难察觉的哆嗦了一瞬。你回答我的问题！他怒喝，错开了我的视线。我没什么好解释的。我合上眼，倦意如海潮般袭来。你若不信，我可以让我父亲结了婚约。他死死盯住我，那双从前柔情注视过我的眼眸中，眼下只剩下刺骨的考量。他未曾接下我的话，仅道：最好如此。苏影渡，记住你的身份，别再让我看到你和任何男人有丝毫逾矩之举。他视线掠过我肩头渗血的白纱布，眸光幽暗，随后转身，大步流星迈出营帐。自这日起，温书简看我的目光便彻底寒了。他先是以大婚在即，劳神伤身为由，遣了2个据说是深宫退下的嬷嬷传授我规矩。他们寸步不离地盯紧我，美其名曰传授礼节，实则是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翻何种书，他们得过目；我用何种膳，他们得记下；我会见何人，他们得盘问。连我娘亲房里的侍女来送趟女红，都要被挡在门外仔细盘结来由。我跑去寻父亲诉苦。书简也是一片苦心，你上次遇险，他很是后怕，有嬷嬷看着，我也放心些。这人不够。那天我在窗前给一株快枯的兰草洒水，温书简不晓得几时到的，杵在檐下盯了半晌。隔日，我院落里所有花草全被清空了，换成了一院子的牡丹，争奇斗艳，开得张牙舞爪。这是于岁岁最喜欢的花。我望着他，温大人连我喜欢什么花都要管。牡丹富贵，一世宜家。还有，你喜欢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什么该放在这里。我也是事后才知晓，沈玉极偏爱兰花，敲定婚仪那日更甚。我听闻你昨日去了西城药铺。是，去买些安神香。安神香？是安神，还是想去会什么人？西城药铺隔壁就是沈家新开的书铺。苏影渡，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我始终隐忍着，反正这一切马上就会结束了。成亲的前夜，温书简再次现身，这次他身上散发着微弱的酒味。明天我不希望出现任何岔子，后果你承担不起。不仅是你，包括整个苏家，甚至所有和你牵连的人。我默默凝视着他，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那面容依然英挺，眉眼依然是我曾倾心时的神态，但骨子里却已腐烂变质，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癫狂和占有欲。我甚至能嗅出他周身那股夹杂着酒味的专属于岁岁的微弱幽香。猜想他来这里前刚去见了他。听明白了吗？他看我没出声，口吻又冷了几度。明白。他这才踏实，踏步声缓缓走远，最后消散在游廊的转角。等他离开，我果断脱去身上那件繁复刺眼的红装嫁衣，换上提早备下来的素色便服，留下一页信。最后瞥了眼这间装满了我10数载无忧时光，也困住我2辈子荒唐灵魂的卧房，弄灭了屋内最后一支烛。悄悄敞开后窗，院外逼仄的胡同一团昏暗，仅有远端大道模糊，飘来响动。一架没挂任何标志的青棚马车默默住在胡同最底的死角，暗影中好像与黑夜合二为一。车帘被一只指节修长的手从内部挑开一角，没点亮光，仅靠微弱的月色描绘出一个瘦削笔挺的身姿和一对在暗夜里依旧从容冷冽的双眼。是沈月，他真的到了。他未发一言，只是向我伸出手。我没带半点迟疑，把自己的手放进他泛凉的手心。他的手极稳，稍稍使劲就把我牢牢拉上了马车。门帘垂下，完全切断了外头那个让我憋闷的天地。坐好。他语调毫无起伏，好像咱们并不是在谋划一场骇人听闻的叛逃，只是普通的结伴游玩。御夫微微一抽马绳，车厢慢慢开拔，轮子压过石板街面，响着枯燥且刻板的嘎吱声，奔着和那场风光大婚完全背离的方位行进，带着我全部的过往幻影一并狠狠地甩在了脑后。马车在路上狂奔了整整5天，刚开始的紧张和害怕，随着一天天赶路和逃避，慢慢被一种非常麻木的疲惫给代替。沈玉准备得很是妥当，不断绕路，车马换了好多次，中途甚至还坐过一回运货商船，顺着运河走了一小段水路。他很少说话，多半时间只是安静看窗外闪过的风景，或闭眼休息。那稳重的感觉神奇地抹平了我心中最后的那一丝害怕。到了漠北这边，视野忽然变宽广，人也越来越少，风里带着干燥沙土味和野草的清冷味道。我们在一个挨着边界、民风比较开化的小镇子落了脚，镇子名为归云，背后靠着连串山丘，前面是无边草地，虽不热闹，却有种城里见不到的开阔和活力。沈玉租了个带院子的大房子，院里有口清水井，还有几棵粗壮的老树。他甚至在镇上的学堂里给我找了个教小女孩认字，顺便帮忙管理账本的活计。这里偏，没人管，查户口很松，只要别出风头，很难被发现的。他把证件和钥匙递给我。
你既然认识字，找点事做也能打发时间，免得自己总瞎想。谢谢。我接过来，心里特别感慨，上辈子只听说过权力很大的沈月，这辈子却成了我倒霉时唯一的帮手。可是，沈大少爷，你的考试……我记得于岁岁讲过，他今年要去参加的。新政策刚出，对商人孩子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翻身大好机会。沈玉正收拾桌上带来的旧书，听后动作没停，只随口说道：“没关系的，我本来就不想考。”我愣住了，不想考？辛苦念书，考取功名，进京当官，给家里争光，大家都觉得这是正道。可官场再大，未必容得下想待的人；官场水深，也未必渡得过想渡的船。当个闲散人，卖书看病，其实也挺好。他说话太淡定，感觉扔掉的不是大好前途，而是一件没什么用处的小东西。但我隐约感觉，淡定背后可能藏着别人不知道的过往和打算。他不想多说，我也就不问。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说的理由，就像我一样。时间就这样慢悠悠地划过去。漠北春天来得晚，却到处有活力。我在学堂教那些脸蛋红红的小姑娘读天地玄黄，她们眼睛干净，笑声很好听。有空时，我会帮沈玉照看她开在镇头那个卖书又卖药的小店。沈玉看病的本事似乎很精湛，常有街坊找她看病，她都很认真，大多时候连钱都不收。慢慢在镇上也有了很好的名气。我真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么过，可是我小看了温书简的死心眼，也小看了大官女儿逃婚这事在京城惹出的天大麻烦。那是个傍晚，我教完学堂的课，往家里赶路。落日把镇头的土路照成了暖暖的橘红，远处草地有牧民骑马回家，长长的歌声顺风飘过来，一切都跟以前的每一个傍晚一样安稳。直到我走到书店旁边，看到门外围了一圈表情害怕的街坊，而对面的茶摊子边安静停着几匹一看就不是本地的高大马匹。马上的人虽然穿得像普通保镖，可那笔挺的后背、吓人的眼神，还有腰上款式一样的长刀，全都冒着京城卫兵才有的那种凶狠和杀气。我的心咯噔一下。书店的门开着，里面没平常来抓药或看书的人。沈玉站在柜台后，脸色是从没见过的难看。他跟前站着个男人，一个我打死也猜不到会来这北方小镇子的人。温少爷。他背对着大门，身上还是那件淡白色的长衫，只是布料换成了更加厚实耐穿的高级绸缎，腰带挂着的那块龙纹玉佩在变暗的天色里闪着冰凉冷光。他光站在那，就和这土气小镇完全不搭调，带来一种迎面扑来的京城大少爷才有的那股吓人压迫感。他好像刚跟沈玉讲完话，慢慢转过身来，我俩对视，时间好像在这时候停住。他的眼神死死盯着我脸，里面藏着太多复杂的感觉，不敢相信的暴怒，被骗的狂躁，赶远路的极度劳累，还有一种想毁掉一切的阴森。他一步步冲着我走过来，高大身子遮住了最后那点光。他死盯我看了一大阵子，接着慢慢扯起嘴角，挤出一个冷冰冰的笑容。疯够了没有？跟我回家。我根本没管他伸出的手，眼神越过他，望向他身后店内的沈玉。沈玉的目光很平静，冲我极不明显的摇了摇脑袋，暗示我不要硬碰。我收回视线，对温少爷笑笑。温少爷开玩笑了，我的家现在就在这里。温书简手背上青筋直冒。苏莹度，每个字都像从牙缝挤出来的。你觉得躲到这种穷乡僻壤，所有事就能彻底翻篇？我是不会回去的，咱俩本来就是个错误。现在于岁岁不是如愿坐进花轿，当了你理所应当的正房太太吗？温少爷还来找我干嘛？不怕你太太动了胎气？温书简气炸了。你闭嘴！我一步不退。温少爷，强扭的瓜不甜，你现在也算是如愿以偿，干嘛还来纠缠？咱们各自成家，互不打扰，这样不是很好吗？互不打扰。他忽然小声地笑了起来。你想得美！你是我温书媛明媒正娶定下的妻子，活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你想跟沈玉过日子，做梦！沈玉，你胆子真大，骗跑官员没过门的妻子，按规矩现在就能把你当场砍死。温少爷，这里虽然偏远，但也讲法律。您虽然官大，也没权利在这乱动刀子，硬抢平民。驻军大营离这不到30里，真要闹大了，恐怕对温少爷的好名声有损。他不说自己，不说安危，只说法律，讲名声，每一句都准确地戳在了温书简害怕的地方。他是偷偷跑出京城追来，用的是自家保镖和靠关系找来的城卫好手，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正规手续。再说了，沈玉能平安带我跑到这地方，说不定留了后手。你温书简气得浑身直哆嗦，后面的保镖们手按着刀把，气氛紧张极了。就等他一句话下令，沈玉悄悄挪了小半步，把我死死地挡在他的侧后方。虽然没掏出武器，但保护的架势已经很明白。太阳总算彻底落到山底下了，最后一点亮光也消失。
天黑下来，镇口零星亮起灯火，照着温书简那张气到变了形的脸。好，很好，苏影渡，我会让你自己乖乖跪着回来求我。说完，他不再看我，也没再看沈玉，便带着一帮保镖扭头走人了。温少爷的威胁绝非吓唬人，他根本没离开归云镇，而是把镇上唯一的旅馆后院全包了，看着就像要长期驻扎在这里。隔了一阵子没见，他更无耻了。首先倒霉的是我在学堂的工作。第二天一早，学堂老板，一个本地的老教书匠，就满脸抱歉和害怕的来找我，吞吞吐吐的说：“镇子最近不安稳，为了小孩的安全，女娃班先关门，我的工资他会双倍补给我，但求我最近别再去上班了。”紧跟着，沈玉开的书店和药房也开始出事，先是镇里几个出名的小混混接连上门闹，不是瞎说，吃错药弄坏了肠胃就是胡扯。沈玉卖的书里有违禁坏话，要去报官抓人，镇上的村长被惊动，跑来劝架，态度明显偏袒那帮小混混。这位小哥是外乡人吧？这地界的规矩不懂，最好花钱破财消灾。沈玉压根没跟他们吵架，直接叫人往30里外的驻军大营送了信，信是送给一位姓徐的军官的，听说是沈玉老爷老朋友的儿子。这事儿一出，那些小混混立马跑没影了，村长也没敢露头。可书店买卖却眼看着一天天冷清下来，镇上百姓看我们的眼神也充满害怕和躲避，就好像我们是招惹麻烦的倒霉鬼。这才仅仅是个开始，没过2天，镇子里就开始传出关于我的各种难听话，说我是京城大户逃跑的小老婆，跟着野男人偷跑到这儿。那沈玉啊，就是个专骗女人的贩子，甚至有人说他是被家里赶出来的，得了脏病才躲来这偏僻地儿。沈玉想查清源头，但瞎话传得像流水一样，根本防不住。我们走在街上，都能感觉背后有人指指点点，连以前那些喜欢围着我问东问西的小孩都被家里大人狠狠骂住，再不许挨近我们。我明白，这都是温少爷干的好事，他在用最不要脸的招数，一点点搞垮我刚建起来的安稳日子，逼得我在这混不下去，最后只能跑回去找他。害怕吗？一天吃晚饭时，沈玉突然问我，灯光下他表情很平淡，好像外面那些麻烦全都与他无关。我摇了摇脑袋，比起在京城时那种天天受折磨的日子，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只是真的把你连累了。我看着他偏瘦的侧脸，心里实在不好受。他本来能置身事外，自在过日子，却因为我被扯进这麻烦，谈不上连累。沈玉夹了一口青菜，语气很随意。他本来就把我当死对头，就算没有你，早晚也会找别的室友。他抬眼看着我，要紧的是你自己怎么想。你要觉得这地方没法待了，咱们就搬走，去更偏僻的地方，地方多得很，你总有落脚处。搬走又要过上到处乱跑的逃难苦日子吗？我不说话，想了想，慢慢摇头。不，咱们不走了。沈玉眼神闪动，跑解决不了问题。我看着他的眼睛，温少爷死咬着我，最后会低头，我偏不。这是我的家，是我靠双手赚来的安身之地，凭什么要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当逃兵随便妥协？他想搞死我，我偏要过得更舒坦；他想逼我回去求他，我偏要让他看看，没了他我苏影渡到底能不能活出个人样。后头传来沈玉特别轻的一声响，像是在叹气，又像在夸我。既然这样，那就留下。反击就从明天开始。沈玉不再局限于小书店里，而是背着药箱，主动去镇上最穷苦的人家里，给那些没钱看病的老少看病，一分钱不收，特别认真仔细。起初人们因为流言而害怕躲避，但生病不等人，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当第一个高烧抽筋的小孩被他用几副便宜中草药救活后，怀疑的声音开始变少了，紧跟着是第2个、第3个。他看病厉害，心眼好，慢慢的开始有人偷偷找他看病，也有人小声替我们说几句好话。我也没闲着，学堂去不成了，我就在家办了小小的缝纫班和认字班，不要钱教镇上家境贫寒的女人和小孩做些简单的刺绣。刚开始几乎没人，但我并不灰心，我把以前在京城学到的符合这里习惯的改进绣花图样拿出来，绣成了手帕和香包，让沈玉看病时顺手送给那些帮过忙或家里穷困的女人，花样好看又实用。很快就有人偷偷的来问，我耐心教导，不收钱，就当交个好人缘。认字也一样，从最简单的名字日常汉字教起，不讲究什么规矩，就在院子树下顺手拿树枝画着地来教。瞎话还是有，不过另一种好话也在偷偷传开，大家开始私下说那沈大夫是个大好人，那苏姑娘心善手巧，根本就不像瞎话里传的那么差劲。尤其当沈玉治好了村长亲妈多年的腿病，我教会村长闺女绣出镇上独一份能卖高价钱的花样后，村长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
甚至开始暗暗管着那些太过分的瞎话。温少爷明显发现了这种变动，他不再只甘心在背后搞小花招。一天下午，我正在院中晒中草药，院门被人很不客气的拍响。打开门，外面站着2个穿绸子、长相脸生的男人，态度很狂。我们是奉温少爷的命令，请苏姑娘过去聊一聊。聊天就不必了，我堵在门口。我跟温少爷没什么往事可聊，请回吧。其中一人皱眉，语气特喝：“苏姑娘，温少爷是看在以往情分才给你这脸面，你别好赖话听不进。这偏僻地方山高路远，要是真出什么意外，怕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赤裸裸的威胁。哦，是吗？那大家试一试，看看是温少爷手伸的长，还是边军徐校尉的刀子快。那俩人脸色变了，对视了一眼，显然没料到我们会跟驻扎边军有这种牵扯。他们只是温家私用保镖，欺负普通百姓还行，对上正规驻扎边军绝对没法赢。苏姑娘，好自为之！扔下一句狠话，两人灰溜溜走掉了。我把院门锁好，背靠着冰凉的木门，才发现手心里全都是冷汗，假装厉害，这是在走险棋。我知道温少爷的耐心快用光了，下一次恐怕就不会只是请这么简单了。果然，3天后的半夜，一群蒙脸黑衣人静悄悄地翻墙跳进来，直扑我住的后院屋子。他们动作飞快，目的很明确，抓人。可是他们全扑了空，屋里没人，被子叠得很整齐。几乎在同一时刻，前面书店方向传出几声大喊和打架声，但很快停下。紧跟着，小镇边上传来很急的马蹄声和温少爷的大骂：“给我追！”我和沈玉其实没走远，我们就在书店底下一个原本用来存放贵重药草和书本的秘密地窖里。这儿透风很好，存有清水干粮。头顶的响动闹了大概1个小时才慢慢没声了。地窖里面又黑又静，只剩下咱们2人轻轻的喘气声。他果然笔记乱咬人了。沈玉的声音极小，透着一丝冰冷。可惜他没料到咱们早有防备了。这暗库是沈玉租房之后就偷偷改造出来的，原想留条退路，没成想还真派上用场。那帮捂着脸的黑衣人，8成都是温少爷领来的保镖装的。徐监官的人应该快到了。沈玉默默算着时间，果然又过了大概15分钟，外面响起整齐用力的脚步声。哪儿来小毛贼，敢在归云镇闹事？暗室里，我和沈玉老实待着等，上面的吵闹、搜人、对峙，闹腾了很长一阵。中间好像有温少爷气急败坏的狡辩，但全被徐军官冷冰冰的直接怼了回去。最后马蹄声重新响起来，慢慢的跑远，这一次是冲着出镇子的方向。直到天微微亮，外面彻底没了动静，沈玉这才小心的移开地窖入口的挡板。书店前院乱成了一团，不过还好没人受伤。徐军官留了2个卫兵守在边上，见我们出来，抱拳客气：“沈大夫、苏姑娘，2位受下了。长官已把闹事的人请出镇子，逼他们马上滚出漠北地界，不许再犯。长官让小的带话，这事儿他会照实上报。京城那边要是有人问起，他自己会去说清楚。”多谢徐长官，辛苦2位。我迎着清晨的光，看着被踹坏的门板和掉满地的药草跟书本。温少爷，你栽了。他私带保镖半夜抢人，被守军抓了现行。这事一报上去，他微偷偷离赶，乱带人马，强抢民女，数罪并罚。就算温老爷帮忙说情，也足够他8层皮的。最要紧的是，他没把我抓走。闲话传得很快，温少爷被驻军送客赶出北方，手下半夜抓人没成，反被逮的破事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了京城。跟着一块传开的还有温少爷硬娶小老婆，气走原定的正房太太，又跑大老远抓人的风流事，以及那场临时换新娘使温家成了大笑柄的结婚细节。尽管温家拼命往下压，可世上没不透风的墙，尤其在别人暗中拱火之后，这是很快成了饭馆酒楼里最热乎的闲话。温少爷回到京城后，听说被温老爷用了家法，打得几天起不来床，又被罚跪祠堂，逼着闭门反省。他跟于岁岁的事成了钉死他的大笑柄。于岁岁虽如愿当上温太太，可出身太差，未婚先孕，替嫁上位的名声，让他在京城太太圈中寸步难行，受尽白眼。2口子感情很快降到谷底，听说刚成亲不久就分院住，相看两相厌。至于我亲爹苏大人，在起初的暴怒和失望之后，也许是从越传越凶的闲话里隐约猜透了我受的委屈和真相，又或者是被温少爷后来的发疯举动彻底寒透了心，最后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找我，只偷偷派人送来一封简短的家书和一笔银子，信上只有干巴巴几个字：平安就行，勿归。我烧掉信，把钱退回去。我跟苏家那点情分，可能早在我爹放任温少爷一次次管教我时就已经全断了。从此，我是归云镇的苏姑娘，跟京城苏家再无瓜葛。
日子像流水，漠北的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跟沈玉照旧住在归云镇里，书店重新开张，生意比之前还要好些。靠着徐军官的帮忙，再没人敢过来惹事。我的缝纫班和认字班也坚持办了下来，慢慢也有了些名气，连附近的镇子都有女人专门跑过来。转眼又是1年的好春天，边境大集重开，归云镇比以前热闹了许多。沈玉去集上买些内地难找的草药和新书本，我留在店里面清算账目。傍晚的时候，店门被推开，一个满身是灰、脸色难看的男人摇晃着走了进来。他衣服料子贵，却很旧，五官隐约能看出以前的帅气，只是被喝酒跟郁闷折腾的彻底没了光彩，眼神浑浊，带出一种甩不掉的阴森跟死心眼。就是温少爷，他比几年前看着老了许多，也混得更惨。听说他回京后当官不顺，总被罚，现在只在清水部门挂个闲差。于岁岁肚子里的小孩也没保住，两口子眼下早就成了陌生人。他直愣愣地死盯着我，像快死的野兽盯着最后的猎物。营度，我放下手里的笔，淡定地看着他。温少爷，买药还是看书？跟我回家。他就像没听到我的话，摇晃着向前跨一步，伸手想抓我。我明白错了，我不该那么整你。于岁岁他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只有你，营度，只有你是真心对我好的。咱们重新开始，行不行？我甩了他，我娶你。温少爷，我打断他做梦一般的胡话。要是没事，请你走人。不，我不走。你本就是我的妻子。他脸色一黑，猛朝我扑来，可是还没碰到我一丁点，一只修长的大手已经稳稳抓住了他手腕。沈玉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旁边，手里还拿着几本新买的书，只冷冷吐出2个字：出去。温少爷挣扎了几下，居然没法挣脱，他眼睛通红，死死瞪着沈玉，又瞪向我，变形的表情最后变成了极度恶毒。你们这对狗男女，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苏营度，你等着，我早晚会让你后悔的，我肯定会。沈玉极不客气地把他推到门外，温少爷脚底发软，很狼狈地摔在泥土里，惹得街上路人回头。他拼命地爬起来，还想往里冲，却被几个街坊拦住。哪儿跑来的疯子，敢在沈大夫店门前闹事，滚出归云镇！再不滚，报官抓你！在众人的骂声和推搡里，温少爷像个流浪汉，最后极其狠毒地瞪了店里一眼，摇摇晃晃地消失在漠北暗黄的天色中。这一次我明白他是真的走了，带着他满腔的恨意、不甘和早就发臭的执念，彻底走出了我的生活。店门重新关紧，挡住了外面的吵闹。沈玉把刚买的书放在桌上，扭头看我。没事吧？我摇摇脑袋。晚上想吃什么？他卷袖子走向后院的小厨房。我今天买了些新鲜的好羊肉。都行。我跟着走进去，接过他手里的菜，开始洗菜。夕阳的余光穿过窗户，把小厨房照成暖暖的金黄色。做饭的烟冒起来，里面掺着羊肉汤香味。咱们没再提刚才的倒霉客人，就好像那只是生活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日子安生，天下太平。窗外归云镇的灯火挨个亮起，照亮着漠北边角普通却难得的百姓烟火。而京城那些从前旧事、爱恨情仇，早就随风吹跑，消失得再无痕迹。这一生，我总算逃出那漂亮牢笼，也终于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安稳归宿。